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几段很有趣的影片，讲点轻松的话题。那第一个影片呢，是台湾旺旺集团的老板在他们新年尾牙的活动上讲了一段话。我们旺旺手持媒体集团每一个人，绝对没有对不起台湾，绝对没有对不起两岸，绝对没有对不起身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我们。他说没有对不起台湾，没有对不起两岸。什么叫对不起两岸？两岸是一个地名啊，还是一个实体啊，对吧？实际上他就是意思说没有对不起中国，没有对不起共产党，但是他不好意思直接说，就说对不起两岸。然后第三就是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啊，没有对不起中国人。OK， 那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第一，你已经假设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了，对吧？但是你确定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很多人只认为自己是台湾人，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对吧？那另外一点很重要，就是说所谓的没有对不起中国，没有对不起台湾。现在问题在于台湾跟中国或者中国大陆是敌对状态。现在中国有几千枚飞弹对准台湾，天天的叫嚣要统一台湾，不管是武力统一还是和平统一。如果你没有对不起中国，那你就是对不起台湾。不可能这两个都对得起，或者都对不起啊，不可能的事情。你要不然是对不起中国，因为你要捍卫台湾，对吧？中国很生气；要不然你就是对起中国，但是对不起台湾，你让台湾有可能被中国统一吞并。所以他讲这个话，我觉得是扯淡的。他之前说自己不是红媒啊，没有染红，可是你不解释一下你背后的金主，或者说你在中国做生意做得这么大，旺旺一个生产饼干的，为什么去搞所谓的媒体啊？而且他曾经试图收购香港的媒体，后来没有成功。但是他在台湾这个媒体帝国，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多么庞大。它的全称叫旺旺中时媒体集团，它旗下拥有的平面媒体包括《中国时报》、《工商时报》、《工商易报》、《快点报报》和《时报周刊》，以及爱女生杂志、周刊王、商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版各类书籍和报刊，这是他们的平面媒体。还有电子媒体，包括中天电视、中国电视公司、中旺电视以及黑键制作公司。另外还有网络媒体，包括时报资讯、中时电子报、中时健康网，现在叫闹健康，还有中天新闻网、BPO TV， 还有乐时尚、乐购物、乐公益以及 CT Want。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多媒体的什么制作公司啊，这就不说了。光是媒体它就横跨整个的，从电子到网络到平面到电视。到今天为止居然还有人说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台湾的民进党垄断独裁啊！说这种话的人眼睛是瞎了吗？没有看到遍布台湾的这些有中资背景或者是台商背景的媒体吗？这蔡衍明早年在中国大陆做生意铺得这么广，你的地怎么拿的？你的工厂怎么建的？有没有税收优惠？当地政府有没有某种程度上给你输送了利益，通过把资源向你倾斜？然后你去收购这些台湾的这么多的媒体，拥有这么大的舆论影响力，跟你在中国做生意难道不是相辅相成的吗？以我们对中共的了解，怎么可能不统战他？怎么可能不统战旺旺集团蔡衍明？这不用想嘛，就早就是被统战的对象了。连郭台铭这个另外一个被统战的对象都在骂旺旺集团的老板蔡衍明是什么？都说他是国台办打手。当时中天记者问郭台铭，郭台铭回复说：“你这个被国台办管制的媒体没资格问我。”这是郭台铭说的 ，OK， 是蓝营的人说的，还不是绿营的。后来这个曹兴诚董事长不是也说嘛，说不接受中天的采访啊，你这是匪台。后来还被蔡衍明控告啊，最后败诉，当然败诉了。不是故意的去贬低你，但是你的种种的做法，你的各种言行，包括你确实在中国做生意，跟中共有各种各样的勾兑，只是合理的评判 ，OK， 有问题吗？他就滥诉，各种告你，以此来掩盖他的真实身份和背景，但是全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现在说了啊，没有对不起台湾，但是同时又没有对不起对岸，没有对不起共产党，怎么可能都没对不起？你做了很多对不起台湾的事情，你也没事儿，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社会。但是你做一件对不起中共的事情试试，你看还能不能活蹦乱跳的，对吧？你生意早就完蛋了。所以他不可能对不起中共，但是只要他没有对不起中共，那他一定就是对不起台湾了。
这个道理应该大家都能看得懂。为什么我们这么着急看到这些人在这个大庭广众之下这胡言乱语活蹦乱跳的，就觉得台湾太软弱，台湾的执政党也太软弱。我倒希望民进党稍微跟绿共沾一点边儿，都没沾边啊！你任由这些中共统战的势力在台湾横行霸道，台湾的这么多县市长全部是蓝营的，然后国会还没过半，结果全世界媒体都说立法院长选了一个亲中的人，路透社说韩国瑜亲中，法新社说韩国瑜主张跟中国更紧密连接，美国之音说韩国瑜支持9·2共识，日经网说韩国瑜是向中国倾斜的民粹主义者。所以说民进党是永远不可能成为绿共的，不可能做到共产党的1/1000，但是你有些该做的事情，哪怕你做到美国共和党或者美国民主党的1/10，我都谢天谢地了啊！他们都没有做到，所以说我这是对民进党最大的一个批判。那么我们为什么会这么关心台湾呢？看看香港，我在香港生活过3年时间啊，对我对香港还是有感情的。但是看看香港现在居然已经成为一个人人自危的社会。翡翠台记者在街头去问大家对马上要通过的23条立法如何看待，结果问了所有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采访，讲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今天的香港和今天的香港人，你说可悲不可悲？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已经不复存在，不知道哪一句话可能就触犯了所谓国安法，就可能被警方带走。难道这就是台湾人想要的生活吗？另外呢，我还看到一个影片，也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在台湾的一个陆配，他把自己的孩子推到前边去拍摄影片，基本就是迎合中共的统战大外宣，而且他做的比我们能想象的还过分。爷爷好，我是台湾省台北市的小当归依依，我来看您了。这是我和奶奶从台湾带来的金门高粱。大家看到了，在影片当中，他的孩子居然跑到湖南韶山去拜祭20世纪最大的魔头毛泽东。当然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台湾虽然有一个蒋家政权是独裁专制的统治，在动员戡乱时期，在白色恐怖时期迫害了很多台湾人，但是那个时候台湾就已经被毛泽东统治的话，那么红色恐怖所带来的腥风血雨、家破人亡，那是台湾人难以想象的。可是今天的台湾人居然跑到湖南去拜祭毛泽东，是在给毛泽东招魂吗？是希望毛氏的统治这种文革大跃进再回来吗？我觉得这只能代表他们的无知。但是同时我们想一想，这些人为什么会跑到中国去？当时我就怀疑他是不是陆配的孩子果然被我说中了。我去看他的这个原始的账号，这个影片是被中共的官方媒体去引用的。我去顺藤摸瓜找到了他的原本的那个账号，在 B 站上边，名字叫亚亚在台湾。一看果然是一个湖南的陆配，嫁到台湾，全家人在台湾生活，但是他们心系祖国，说生活在台湾省台湾市的湖南人，而且爱祖国爱家人，称呼自己的孩子叫做台湾小当归就是台湾当归嘛，应当回归的谐音。我不是说所有陆配都是这样子，但是不是很多陆配都有这样的想法？如果给他们投票权的话，他们将会毫不犹豫地投共产党或者共产党所支持的势力。这就是台湾的现状，也是两岸目前所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在。所以看到今天的香港，我觉得台湾人难道还不应该警醒起来吗？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加入会员。对了，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我还有自己的一个 Facebook 演书的账号，欢迎大家去关注。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